大哥，晒茶籽呢？天气好啊，这个茶籽晒个1、2天就可以拿去榨油了。你那个手上拎的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拎了条鲫鱼，你看，哇，这条鲫鱼还是挺大的。我昨天看见那个网上看见他们做起来鲫鱼，做起来无刺的，我从来没吃过无刺鲫鱼。我试试看。好的，试试看，我就是说做的好不好，我不知道啊。先把鲫鱼处理一下。买回来的鲫鱼啊，是在市场上处理了一下，买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再处理一下。我把这个地方剪开，直接把这个鱼鳃剪掉就行了。我们一边冲水，一边把里面的黑膜给它处理干净，再把外面的黏膜给它刮一下，刮过之后它腥味就会更少。接下来你看，我们就把这个鱼鳍给剪掉啊，给它修剪得漂漂亮亮的。在尾巴上剪掉这一点，我们给它冲个洗干净。你看这个鱼还真不简单啊，一会儿当厨师，一会儿当理发师的。我们到里面去给它制作了。好，我们先把上面的这个黏膜用纸给它吸干净，吸干净之后，那个油里煎的时候啊，油水也就不会蹦起来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切。我们反正人家看见我也是学来的，他教我就是说切的时候一定要切得密密麻麻的，尽量不要切断。你们能听见那个小鱼刺的那个切断的声音吗？这就是他们口中所说无刺鲫鱼的关键，因为它那个细细麻麻的那个小的刺啊，都给它切断掉了，再给它煎成香香的，煎成脆脆的，那个吃起来根本就没有骨头。这个切鱼片的间隔跟那个刀背的差不多厚度。这个鱼切的漂不漂亮？我的刀工还没落下吧？接下来我们给它挂个粉，挂粉接下来这样煎的金黄的就可以了。我今天用的是土豆淀粉啊，给它均匀的按个摩。好了，就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烧火给它煎的两面金黄。好多朋友们在家煎鱼啊，就是怕粘锅。今天我用大锅教你煎鱼都不会粘，这个小技巧你一定要学会啊。锅烧热之后，我们加入油，给它边上嫩一下，嫩过之后，我们再直接把油给打出来，打出来重新再加入清油，我们再加入一点点清油，直接把鱼放进去，保持中小火。我们先把鱼给定个型，煎鱼先煎头，祝大家鸿运当头；再来煎鱼尾，祝大家顺风又顺水。你们看，我们这样给它煎出来鱼，它一点都不粘锅。你看，我们随便放它都不会粘锅啊。方面很重要，很多家人们在家里烧鱼，就是方面都会方破了。你们看，接下来我教你啊，我们从这个鱼肚子里面给它翻过去，这样慢慢翻过来，这还是完完整整，漂不漂亮？关键还是比较少的火烧的漂亮，我这个鱼煎出来才漂亮啊！鱼给它煎成这种程度已经非常漂亮了。接下来我们锅里还有一点油，我们直接放入姜、蒜，给它煸香，再加入辣椒。煸香之后，我们直接加入开水。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个味啊，就按照红烧的味道走，加点老抽，再给它加点生抽。胡椒粉，红烧的蚝油当然不能忘了啊！最后再放一勺鸡精。接下来我们让它在锅里炖的7、8分钟左右。好了，鱼也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接下来给它出锅。哇，真漂亮！我们接下来把它汤汁倒进去，再撒上几个小葱花。这个无刺鲫鱼就做好了，我也按照流程走的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吃啊？大哥，快来尝尝！哇，老艾，说实话，这鱼烧的真不错，外表看上去的哈，但是我没吃，我尝尝看，我是按照流程走的。这种鱼吃起来没有什么鱼刺，你尝尝看。是这一节的鱼刺是基本上都切断的啊。喂，你看，特别是我刚才尝的这个真没吃啊，因为切断了，这而且煎脆了，感觉是吃起来感觉没刺油一样。好多人都说这里的刺最多，我再来一点，我尝一个啊，大概这样，真的，这真是切断了，感觉就是没怎么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是我们一般鲫鱼啊都是刺很多，根本就没法怎么吃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这样烧出来，我们吃起来是真的是没什么吃的感觉，但是大的骨头还是有的啊。但是就是说小孩子尽量还是不要多吃。家人们，你在家里也可以练习刀工，这样做起来你可以尝试试看，